如果是喜欢高达的朋友，也是不能错过的，因为 cos 高达的时候呢，你还能用得上。Hello， 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双361度和杨正共创的右智1代。拿到手之后呢，真的有点出乎我的预料，因为我觉得它完全不输给那些361给 NBA 球星设计的签名鞋，从设计到用料做工，能感觉到非常投入和用心。其实这双鞋呢，并不是单纯一个品牌给球星出签名鞋的概念，而是杨正也作为设计者加入到了和361的共同创作之中，所以能想象创作过程中必定是经过了漫长且激烈的交锋，才最终呈现出来这样一个求生欲拉满的作品。整双鞋的细节还是挺多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先来看一下鞋盒，鞋盒正面是很大的一个电镀银色质感的 Sweet to Deal 的字样，也就是361度工作室的一个简称。鞋盒盖前沿呢也标有中文的3度工作室，侧面是有一个3度工作室的 logo， 是3个数字3连接在一起，然后整体呢像一朵祥云一样，还是挺有科技感的。打开鞋盒之后呢，里面会有一张卡片，卡片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其实写的就是杨正本人想对消费者说的一些话，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暂停看一下。然后就是鞋子的本体，我手上这个呢是首发3个配色中的蒲公英配色，双鞋的外观也是完美的诠释了这个主题。鞋身99%都是单纯的米白色覆盖，这种全白色的鞋身呢，在视觉感受上真的是非常的舒适。鞋面材质也是尽量营造出蒲公英白色绒毛的质感，像这个绑带上面，还有鞋面、鞋舌，甚至鞋带，都是用像羊毛的材质来仿造这个蒲公英的效果，而且摸上去的手感还挺不错的。但是可以放心，上面的绒毛并不会像真正的蒲公英一样，风一吹就四处的飘散。不过这个配色搭配这个材质呢，确实会比较娇贵，比较容易脏。如果经常去外场实战，而且不是偏向日常穿搭的话，就不如另外2个配色耐脏。整双鞋的鞋型一眼过去就是非常硬朗的感觉。而产生这种视觉感受的原因之一，就是鞋身有很多的棱角和像美式肌肉车一样的线条，会让整双鞋看起来更立体，同时具有力量和速度感。然后比较吸引我眼球的这个可拆卸魔术贴片的设计，表面也是绒毛的材质，然后上面有一个对应杨正和右智的首字母 Y 的一个设计。这个 Y 字母也是很有细节的，中间压的比较深，然后向边缘延伸的部分呢会逐渐变浅，这样显得会更加的立体和高级，而不是简单直接的一个平整的压制。同时也会让我觉得整双鞋的每一个细节的设计风格呢都是做得非常完整统一的，就是一种像宝石切割的锐利感。而且更细节的是，如果你把它整个拆下来，你会发现其实整个绑带也是一个字母 Y 的形状，形成了一个呼应。这个魔术贴片的安装拆卸也非常简单，整个后跟部分都是可粘贴的区域，两边魔术贴的部分一扯，然后中间这个卡扣解开就行了。卡扣呢是磁吸的，装上去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不用用力的去摁，只要靠近了就会自动的吸附。这个装饰片也为这双鞋提供了2种形态，贴上去就会显得更加个性、更骚气一些，也能稍微增强一点点的包裹感；拆下来就会显得更加低调简约，也是让整双鞋鞋如其名的一个点睛之笔，增添了别具一格的趣味性。更有趣味性的是，如果是喜欢高达的朋友，也是不能错过的，因为 cos 高达的时候呢，你还能用得上。后跟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宝石镶嵌的设计，非常的醒目。里面的图案应该是这个配色的一个 logo， 同样这个 logo 也出现在了鞋垫上，鞋底上还做了一个3面反光的效果。材质的使用上也是非常的丰富，后跟用的也是361经常使用的拉丝质感的内衬材质，还增加一个增强后跟锁定的小枕头。除了绒毛布之外，也增加了很多的热压来增强鞋面的强度。内侧还做了一个碳纤编织花纹的人造革材质补强，同时也是提升了质感。鞋身没有了过往任何361的大 logo 出现，而是很低调的加了一个3度工作室的小标识来表明自己的身份。我觉得这个处理呢也很不错，不会破坏整双鞋简约简洁的质感。
最后我真的怀疑后跟是照着迪迦的变身器做出来的设计，后跟真的很像迪迦奥特曼的变身器啊。整双鞋缝线工整，没有多余的线头，也没有明显的溢胶出现，做工明显也是下了功夫的。对于这个价位的球鞋呢，确实值得一个肯定。而且我猜测杨正应该很喜欢 Air Jordan 的老鞋，因为确实能从这双鞋身上看到那个年代老鞋的风格。目前还没有进行下场实战，只能简单分享一个初步体验后的感受。中底配置这次使用的是EN框架，然后是田富式的 CQT 超连接材料。因为EN是偏软的，即使包住的 CQT 也不会限制它的发挥。两者的组合呢，整个脚感就挺软弹的，即使是重心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脚感就是很讨喜的那种软弹舒适的脚感。单纯EN框架强度不够的问题，也做了少量但是精准的加固来化解。比如通过鞋面的关键部位的热压定型补强，还有前掌外侧一块增强侧向支撑的 TPU。后跟则是用了一种硬度更高一些的 EVA 框架来包覆后跟，来额外增加后跟的稳定。这里后跟的处理其实可以看得出是比较细节的。首先宽度是足够的，一般都是在90左右就是差不多了。加固的材质呢是偏硬质的 EVA， 但不会完全像硬质的 TPU 一样无法形变。而且下面保留有一层较薄的充分可形变的缓冲区，既不影响稳定，缓震效果还能提升。整个后跟的边缘还做了弧形的上翘，整个后跟呢是能做到既稳定又能在各个角度落地时起到丝滑流畅的软着陆的效果。我看到的发布会上杨正也强调，他这样的力量型大体重球员需要后跟做的宽一些，才能更稳定。更加其实就是当时我提出一个后跟的稳定性，对，因为前掌其实这个侧翻是一点，但其实如果后跟太窄，你落地的时候有可能对稳定性不好。对我们太最好了。其实当时这个杨正提过，他希望说要落地很高的鞋，因为他本身打球这个风格想要后跟稳当。回想起我之前说过 GT Cut 3后跟偏窄的问题，还有人反驳，感觉真的只要是耐克出的，即使是缺点，总归都有人舔，盲目的追随。杨正的力量难道不好吗？依然还是要追求稳定，稳定的后跟只会锦上添花，只会加分不会扣分。弯折也是很流畅的，外侧的额外加固的 TPU 不会过硬，并不会刚性过剩，内侧也做了一个梯形的凹槽引导弯折点，所以整个弯折也是非常顺畅的。当然，整个羊毛的鞋面也没有透气孔的设计，所以你问我透不透气的话，我只能告诉你还挺保暖的。对于即将到来的冬天穿呢，就挺适合。特别加上这个鞋面的罩子之后呢，防风的效果就拉满了。另外，我还看到中间3个鞋带孔还用上了动态绑带，至于动态包裹如何，还得实战之后才能知道了。整双鞋看起来挺厚重的，但是实际的重量呢，要比看起来要轻一些。单只43码没有装饰片的情况下是398克，有装饰片的情况下是421克。码数对比近期的361的43码呢，感觉内长会稍微偏长一丢丢，有点接近 B3 3.0 Quick Pro 的鞋楦。我觉得瘦脚可以试试小半码，正常或宽脚保持正常码就可以了。宽度对我这个微宽脚型来说呢，左右两侧的空间也是充足的，宽脚也是完全可以尝试的。目前整个静态下的穿着感受还真挺不错的，整体比较舒适，没有发现什么硬伤。但是抱着严谨的态度呢，详细的结论还得是实战体验完全之后才能知道。最后做一下总结，我觉得这双鞋在300档这个价位绝对算是用心之作，并且目前觉得还有潜力成为一双全能型的实战利器。有时候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一点的球鞋爱好者会注重球鞋提供的情绪价值，往往失望和惊喜在打开鞋盒的那一瞬间已经决定了。买过不少的球鞋，心里面已经对每个价位的球鞋有一个标准，低于这个标准就会瞬间失望，当然物超所值的时候就会觉得惊喜。记得当时收到韦德之道7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惊喜和兴奋，整个质感非常的惊艳。即使实战表现并不出彩，但是我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韭菜，因为这双鞋没有在敷衍消费者。我相信如果是年纪大一点的球鞋爱好者呢，都会有同感。而右之一作为一双3开的球鞋，我觉得是有诚意和有惊喜的。如果大家想知道关于这双鞋实战方面更加详细的解读，可以点个赞让我知道。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比较多的话，后续会再更新详细的实战测评。如果大家喜欢本期节目，可以给我一个一键3连或者点个关注作为鼓励，这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最后感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